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是 Elaine， 是 Gloria。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学校发生的那些事情。Elaine 因为刚出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比较迷茫，中间转了好几次学校，所以想跟大家仔细的说一说这些事情。我们从哪说起呢？就先从如果你要转学分，大家可能不知道呀，比如说你在你所在这个学校，如果某一门课，比如说像大学英语，你的学校那个特别难，一直考的分数很低，一直及格不了，其实你是可以到其他学校去修的，然后再把那个学分转过来，而且转过来不影响你的 GPA， 它只有一个成绩。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 University Transfer Guide， 大家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搜索一下，它就可以搜索你在这个学校读的课程，然后转到另一个学校它对应的哪门课程，是不是你专业毕业需要的。哇，好厉害呀！那就是必修的课也可以吗？有的必修的课也可以转，但是大部分都是 general 的课，大家还要注意，你一定要去该叫什么教导处吗还是什么，可以统称教导处，我认为问一下你到底有多少学分可以转。比如说像当时我转专业的时候，他就是说你必须有至少多少个学分是在本校修的，你才能在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毕业，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这一点。而且还有一点想提醒大家，有的学校有那种预科课程嘛，念完预科一般都可以有几门课可以转学分转到你就是比如说大一或者研一的课程的积分里面。要提醒大家的是，你也要持续的不间断的和教导处或者招生办的人沟通，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发生过在预科的时候念好了，当时想的好好的说我这3门课都可以转成学分，我就不用再念了，但是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学校说我们改政策了，这几门课你还是要重新修。给出的原因是我们老师换了，教材变了，所以你会学到不同的东西，所以这门课要求你重修。这不就是在坑钱吗？对，就是坑钱。然后因为是按课收费的嘛，欲哭无泪。因为我的一个朋友最近疫情，他不在加拿大，所以他唯一的途径就是邮件跟人沟通。你知道他有多难吗？他在日本好像。我天呐，太难了，太难了！还有时差，还有邮件。他说等我到时候来了，我第一个冲去教导处，我跟他进行一番深谈去。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刚出国，你没有雅思成绩，你到这边读 ESL 这种，一般你读到最后那一节课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同时拿一些 General Study 的一些课的，你要去跟你的教导处主任去询问，就不要浪费那一个学期。像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买书的事情，像我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所以就是基本上都乖乖的去学校。刚开始是就想买100多200多一本书，然后最可怕的是花了200块钱买本书吧给这门课，然后我这一学期都在学老师的 PPT。我也是，哎呦，我跟你讲过之前我调酒那个老师吗？就是我当时之前准备了，我去买这本书贼贵，追完以后发现这个老师自己上课照着他自己的书念，然后跟我这个书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家还是刚入学的时候呢，参加个什么社团呀，或者怎么认识你的同专业的学姐啊、学长这种比较管用。对，有一种途径就是买二手书，还有一种就是找一些其他的渠道，也可能购买到这些书本。我们在这里不方便透露，就是告诉大家有这个选择。这个还有就是学校的奖学金，努力学习的小伙伴们，我觉得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学校的奖学金的事情。其实我之前没有注意过，因为我参加迪士尼的那个项目，里面有一个奖学金，然后我当时其实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竟然申下来了。就还挺神奇的。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们学校它是有一个，你每个学期好像你的 GPA 保持在多少之上，然后它每个学期都给你500块钱。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那种妄自菲薄，觉得这个奖学金跟你没有关系。万一就申到了。对，万一就申到了呢？而且好多的课程，比如说你刚上学，你会觉得哇，这个课为什么全班都考了只有5、60分？那我是不是就2.0的 GPA 了？但是一般这种课都会有 curve 的，老师虽然把你们全班成绩都压到了底线，但是他最后给你出成绩的时候，还会按班级的平均分来算。比如说你平均分是60分，那大概就是个大概 B 的上下的一个成绩，所以不用太慌张。现在我上第一门课就2.0，我大概就会学了。再有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关于作弊的问题。就我听说过几个例子，作弊被抓了之后，你的那个记录上就会有，然后他回国之后再回来，再入加拿大海关的时候，就直接被遣返了。这个记录会一直跟着你，所以真的不要作弊，好好的背背书吧。不是说国内管的松啦，是说国内的大学可能你作弊可能会给处分。对，当然在加拿大或者像海外这些国家，对作弊是一件非常不可饶恕的事情，那可能真的会在你的履历上跟随你一辈子，就影响你的信誉。说起作弊，还有另外一点，国内的大学不是经常有人，比如说帮别人去签到这种事情。不要干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干。会怎么样？在美国做交换生的时候，也是有课要上的嘛，就有几个中国女生，就是到了之后帮她的朋友去签到，后来她直接就是上黑名单，那门课就不让她修了。他们就是涉及到法律的问题，因为你不能代表他，你又不是他，但是你带他去签了这个到，所以大家稍微谨慎一点，就是规规矩矩的。还有一个就是作为留学生来讲，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成绩的，然后尽量保持你的 full time 这个持续在学习。我有听说过，因为成绩太低，然后你再要去续学签的时候，他就拒签了，就是不给你续了，因为你可能之前一直有挂科怎么样的。
而且包括你入海关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看你旷课了太久，比如说你就上1个学期，然后你回国待3个学期，他就会特别认真的审问你，然后有的甚至把你就遣返了，因为你没有好好在这边上学，你拿着学签你不上学你干嘛？好好的上课，好好的读书，好好的毕业，就是这样。做一个乖学生吧。还有一点就是在这边上课，其实作为学生，你的话语权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比如说这门课的老师，他有一些授课的不合理的地方，或者课程设置的不合理。如果你全班都认为这件事情有缺陷，你就可以联名写一个邮件给你这个 program 的那个叫什么呀，教导处主任。大部分时候他们都会很认真的、很及时的给你反馈，可以帮你们去跟老师沟通，或者你们可以学生组织起来写一封比较客气并且逻辑清晰的提建议的邮件给这门课的老师，就是这样可能接受起来也会比较容易。但是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问题，就是学费每年都在涨的问题，每年的学生都在联名上你说为什么学费要涨？学生们就在一直起义，然后一直被压迫，一直被压迫，一直起义，一直被压迫。但是学生们起义的心还是一直在的，虽然没有用，但是我们一定要跟学校反馈。说起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研究一下有的学费，比如说每年都会有公车的那个费用，还有牙医检查牙齿的那个保险。我应该交的从来没有用过。就是你使用学校各种活动室啊，或者什么，其实好多你的学费都会包进去的。就我觉得你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如果你不需要的，你就可以把它 cancel 掉，说我不需要这个，这样能给你们省下一笔钱。有好多有60%-70%的他不许你 cancel。比如说你对学校的那种 amenity 的使用的那些权利是不允许你 cancel 的。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多去用一用，对，多去体育场跑跑步，去舞蹈室跳跳舞什么的。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们喜欢我们视频和频道的话，不要忘记去点击订阅、点赞、评论、分享、比心。拜拜，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我刚才想做半天了，我要从这儿哆啦 A 梦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我想好久了，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吃啥饭？